5000年前，黑暗魔神肆虐人间时，一位神秘巨人从天而降，他正是迪迦奥特曼的本体。要知道，这可是迪迦战力巅峰，即使这个魔神没有脚，也绝不姑息，仅一个利落的飞踢便结束战斗。帅气的男人从不回头看爆炸，魔神伴随着爆炸声化为灰烬，黑暗散去，光明再次照耀大地。这个小村落的人们也过上了安稳的生活。而自从迪迦消灭魔神后，他便消失在了这群山之中，永久的沉睡了，之后再也没有出现过。但在那些被迪迦拯救过的村民心中，始终坚信光没有消失，总有一天那位光之巨人会再次出现。直到有一天，一个女孩为了一把宝剑屠了一只怪兽，在怪兽的洞里，她发现了一根古老的神光棒，这也预示着有大事即将发生。神光棒的出现间接影响到了现代的时间线。这位少年叫元一，是未来迪迦奥特曼的人间体元大古的儿子。这一天，元一正在进行飞行训练，天空莫名下起了暴雨。突然，一只怪兽出现在他的面前，元一迅速调转机头避开怪兽，但天空又出现了一个时空漩涡。一时间，元一和怪兽的身体开始扭曲，这一人一兽竟被漩涡吸了进去。元一陷入了昏迷，被村落的小男孩阿姆一救下。村落的法师伊莎蕾看到元一穿着奇怪，再加上阿姆一说外面的峭壁之上还插着一只奇怪的大鸟，瞬感大事不妙。难道自己的预言真的要应验了？当元一醒来，才知道自己已经穿越到了5000年前。这时，村落的守卫向村长报告说，外面有一只巨兽竟朝着村落袭来。原来当年那个操控黑暗魔神的黑暗法师也预言到，光之巨人将重新复苏，而能让巨人复苏的人就在那个村落里。为了阻止巨人复苏，他竟操控那只怪兽，交给2名手下，让他们去消灭村落的所有人。眼看怪兽朝着村落袭来，战士们立刻迎战。当怪兽靠近村落，不慎落入了陷阱之中，但面对战士们打出的巨石，怪兽却毫发无伤。怪兽爬出陷阱，一下就冲了出来，战士们无法与怪兽硬刚，只能四散逃离。但途中却碰到埋伏已久的敌人，这个牛头怪强悍无比，几个回合就把好几个战士击倒。就算全部的战士朝他一起攻击，也拿他不下，仿佛这人有金刚不坏之身。与此同时，这只怪兽已经攻击到了村庄。怪兽先是把村落的房屋一个一个的拍碎，然后一个暴龙吐息，把整个村落烧成了灰烬。本就简陋的房屋，在怪兽肆意的践踏下，变成了一片废墟。这时，那个屠兽女孩赶来，二话不说，拔出66米长的大宝剑，就开始跟怪兽肉搏。但这只怪兽可不像之前遇到的那样，只见怪兽被女孩激怒，像恐龙一样就朝她扑了过去。混乱中，那个神光棒从女孩的包里被甩了出来。元一拿起一看，这不正是妈妈常说的父亲用过的神光棒吗？但还没等他多想，怪兽就来到他的面前。元一发现地上一只神光棒，眼看女孩就要被怪兽吃掉，元一举起神光棒变身迪迦。刚刚变身的元一还非常不习惯这具身躯，但大敌当前，他也只能硬着头皮迎战。他这次变身的迪迦战斗力非常弱，身高也只有20米，并且能量也明显不足，哪怕在他拼死的抵抗下，也只能把怪兽打退，根本无法消灭怪兽。光之巨人的再次现身，这也将预示着伊莎蕾法师的预言成真。但让他不明白的是，到底是何人召唤出的巨人？直到屠兽女孩扶着元一走来，他们才知道是元一用神光棒召唤出来的。同时，女孩也说出她是怎么来到这里的。当时她在路上走着，手里的神光棒不知是何原因一直在颤抖，仿佛要指引她去某个地方。于是她就来到了村落。同时，元一也告诉大家，自己的父亲就是光意志的继承人，这把神光棒与父亲用的一模一样。大家听后觉得元一跟他的父亲大古肯定一样，也继承了光意志，于是便恳求元一救救他们。然而，元一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，因为他的父亲一直想以普通人的身份活着，而非巨人。他的这种信念也传给了元一，所以他根本召唤不出战力强大的迪迦来。但伊莎蕾法师说，能召唤迪迦的人就在他们的村落之中，如果不是元一，那肯定还另有其人。就在大家疑惑之时，黑暗法师也得知巨人复苏的消息。这人狼子野心，是要用黑暗力量统治世界。这次他又复活了黑暗魔神，魔神一复活，顷刻间大地就被黑暗笼罩。与此同时，黑暗法师的2名手下正在操控着那只怪兽寻找巨人的踪迹。巍峨的山峦在怪兽的利爪下一座一座的坍塌。这时天空中飞来2架自制的飞机，飞机上的几人乃是村落在外修炼的奇人异士。显然在古代真的有修真者，他们驾驶古老战机拦截怪兽，但他们打出的光球根本伤不了怪兽分毫。只见怪兽一个甩尾就朝他们抽了过去。咱也不知道5000年前他们是怎么让这玩意儿飞上天的，坠毁时还冒着烟。不过这都不重要，接着往下看，他们刚刚来到地面就遭到黑暗法师手下的袭击，这厮像坦克一样，依然那么勇猛。幸亏屠兽小妹及时赶到，小妹宝剑在手丝毫不虚。与此同时，村落的人们也前来支援，2个异能人主动攻击黑暗法师的另一个手下，但没想到这人会瞬间移动，异能人根本不是他的对手，还是屠兽小妹厉害，提着大宝剑就冲了上去。那人敌不过小妹，掉头就想逃，谁料小妹跳起来一剑就送走了他。而黑暗法师的另一个手下牛头怪也被众人合力消灭。此时阿姆一蜷缩在地上，元一不知为何这孩子会这样。同时黑暗法师知道手下被灭，亲自带着怪兽黑暗魔神前来复仇。元一要立刻赶去阻止，他要再尝试一次变成
迪迦，但伊莎雷法师却让元义带着阿伊姆一起去。元义有些不理解伊莎雷所说，生怕阿伊姆有危险，于是便没有听伊莎雷的话。此时怪兽已经找到迪迦石像所在的金字塔，甩起大巴掌就开始击毁它。同时黑暗魔神也从天而降，只见这魔神长得凶残无比，像个天线宝宝一样，就朝着金字塔走去。危机时刻，元义再次召唤迪迦，但是召唤出的迪迦同样还是只有20米高。此时的他在怪兽面前就如同小孩一般不堪一击。俗话说柿子得挑软的捏，堂堂奥特曼也深知这个道理。于是迪迦开始与那只跟他体型差不多的怪兽缠斗。果然在经过几个回合的恶战之后，迪迦终于把他消灭。然而他自己已经快要消失，再加上黑暗魔神又补了一刀，迪迦直接烟消云散。穷凶极恶的黑暗魔神朝着恢复人体的元义走去，想要一脚将他踩扁。千钧一发之际，小小的阿伊姆迅速跑来，捡起了神光棒。原来阿伊姆就是伊莎蕾预言能召唤出迪迦的人。这次的迪迦足足有66米高，他与黑暗魔神缠斗在一起，谁料却遭到魔神的偷袭。别看这货长得呆头呆脑，却是一肚子坏水。只见他眼睛一瞪，发出一道亮光闪了迪迦一下，接着又发出2道激光把迪迦击倒。无奈之下，迪迦只能变换空中形态，飞起来躲避魔神的攻击，再伺机给他致命一击。然而魔神狡猾至极，随着迪迦神腿一踢，魔神竟高高跃起，迪迦又被困在了自己踢出来的坑里。眼看魔神就朝他砸来，迪迦只能再次变换形态。这次迪迦变成了强力形态，破土而出。强力形态下的迪迦力量倍增，只见他抓起黑暗魔神，抡起来就给他来了一个倒栽葱。就在大家以为魔神被消灭了，没想到魔神出其不意使出强光偷袭，迪迦差点支撑不住。千钧一发之际，图兽小妹拔出宝剑扔给迪迦，只见一股光之能量汇聚，紧接着迪迦积蓄力量，打出一个光球消灭了怪兽。原来图兽妹子的这把宝剑正是传说中的光之剑。魔神被消灭，黑暗法师也随之魂飞魄散。而这个妹子也很有可能是元义的祖先，因为元义发现她和自己的姐姐长得一模一样，也许当年大古手里的神光棒冥冥之中也得到了她的传承。故事最后元义微笑告别，插在悬崖的大鸟也随之消失。作为首部发生在古代的奥特曼故事，意在为迪迦的来历填坑。尽管特效剧情不尽人意，但故事背景思路方面也算是不错的尝试。当时有不少奥迷说阿伊姆的迪迦比大古的迪迦强，理由是阿伊姆的迪迦更为高大，同时也是迪迦的本体，这点大家怎么看呢？